聽着，別被那些摩天大樓玻璃幕牆反射的光給晃了眼。華爾街這座萬億金錢帝國，它的地基從來都不是什麼堅不可摧的數學模型，而是一種近乎病態的宗教崇拜，對官方数據的絕對跪拜。2025年11月19日，當美國勞工統計局那條紅色的推遲發布警報在彭博終端上炸開時，倒下的不僅僅是一個非農報告，而是整個金融市場的神學祭壇。你得明白這種深入骨髓的恐懼。華爾街的那些基金經理平時手裡握着幾百億美金，號稱能用最複雜的阿爾法策略算盡天機，但就在那一刻，他們就像是被突然拔掉了呼吸机的重症病人，瞬間窒息。為什麼？因為這個龐大的金融機器，它的核心燃料根本不是美金，而是確定性。過去100年，非農數據就是那座燈塔，是這片混亂海洋中唯一的絕对坐標。現在燈塔滅了，坐標消失了，這幫所謂的精英瞬間發現自己正駕駛着一艘滿載槓桿炸藥的巨輪，在一片漆黑的迷霧中以100節的速度狂奔。這不僅僅是尷尬，這是赤裸裸的羞辱。這一紙系統故障的公告極其殘忍地撕開了現代金融學的遮羞布。原來這個武裝到牙齒的、擁有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的超級怪獸，只要缺了一張來自華盛頓的 Excel 表格，就會立刻癱瘓成一個只會瑟瑟發抖的盲人。那些原本每秒鐘能執行上萬次交易的高頻算法，因為失去了輸入參數，此刻全都變成了只會空轉、發熱的廢鐵。這哪裡是什麼技術故障？這是一場信任的核爆。當這個市場唯一的真理來源開始結巴，開始隱瞞，所有的估值模型都在這一刻變成了廢紙。那塊象徵着全知全能的數據神主牌已經在那個下午碎了一地，而信任的墓碑正無聲地立在華爾街的廢墟之上。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財富絞肉機，我把它定義為6日時空錯位。你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不僅僅是日曆上2個日期的簡單間隔，這是聯儲把你們的錢包掛上絞刑架的準備時間。在這個被稱為真空期的黑盒子裡，美聯儲被迫在12月10日做出那個價值萬億美金的利率決定，而真正的底牌，那個關乎生死的就業數據，要在整整6天後的16日才會翻開。這哪裡是宏觀調控？這是在萬丈深淵的邊緣蒙着眼睛玩俄羅斯輪盤賭，而槍口正對着你們的資產負債表。讓我們來一場極其殘酷的沙盤推演，看看這場盲飛是如何把你逼上絕路的。第一種死法，鮑威爾因為看不見數據，出於官僚機構寧可不做、不可做錯的本能，選擇按兵不動，維持高利率。那一刻，你們可能會覺得靴子落地，甚至想冲进场內抄底。但6天後，那個遲到的報告一旦顯示失業率已經像斷了線的風筝一樣失控飆升，那就意味着美聯儲在病人已經心臟驟停的時候，不僅拒絕輸氧，還親手拔掉了呼吸機。這在醫學上叫重大事故，在金融上，這叫政策性謀殺。第二種死法更諷刺，如果鮑威爾突然賭性大發，決定降息救市，市場歡呼雀躍，泡沫瞬間膨脹。結果16號數據出來，發現經濟其實燙手得很，通脹正在死灰復燃。那麼美聯儲瞬間就變成了那個在滿是汽油的倉庫裡玩打火機的縱火犯。無論是哪種劇本，這種決策與真相的時間錯位都制造了一個巨大的套利空間。這正是時間差收割的本質。誰在收割？是那些擁有光速算法的高频交易商，他們依靠波动率吸血。誰是被收割的獵物？是相信了10號那天鮑威爾講話的你。這6天的滞後，把市場變成了一把锋利的鐮刀。你們在10號建立的所有倉位，都會因為16號真相的突然暴露，瞬間變成劇毒的負資產。這種極端的急轉彎不會給你任何逃生的機會，它會同時絞殺做多和做空的兩頭籌碼。美聯儲現在就像是一個蒙着眼睛撿线的拆弹專家，
剪紅線還是剪藍線全靠猜，而那個倒計時的鐘錶，也就是你10年積累的財富正在歸零。別天真的以為這只是一次服務器故障。如果你真的相信那個所謂的技術原因，那你就是把華爾街想得太善良了，也把統計學想得太簡單了。這根本不是什麼服務器宕機，這是整個美國經濟觀測系統的器官衰竭。我直接把話放在這兒，美國的勞工統計局現在的處境，就像是一個試圖用聽診器去診斷量子計算機的赤腳醫生。這個擁有100年歷史的數據採集體系，正在經歷一場從根源上的響應率崩潰。你們知道非農數據是怎麼來的嗎？它不是上帝視角，它是靠打電話、發郵件求出來的。在幾十年前，企業把回復政府調查當成一種榮譽，但現在呢？在這個充滿騷擾電話、詐騙信息以及企業主都在為了生存而焦頭爛額的2025年，誰還有空去填那一堆幾十頁的表格？最新的數據顯示，某些關鍵行業的調查問卷回復率已經跌穿了30%的歷史警戒線。這意味着什麼？用最基本的統計學原理告訴你，這意味着我們看到的所謂官方數據，大部分不再是事實，而是差值。是那一幫坐在華盛頓辦公室裡的精算師，用過時的企業生死模型在強行填空。他們就像是在畫一幅肖像畫，模特的臉根本看不見，全憑想象在畫布上塗抹。當樣本量低到這個程度，所謂的誤差範圍已經大過了數據本身的波動，這哪裡是統計？這分明就是這種用數學偽裝的占卜。更致命的錯位在於，這套統計系統的底層邏輯是工業時代的產物，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遺物。那把尺子量的是打卡工人，量的是朝9晚5。但現在的美國經濟是什麼？是極度碎片化的零工經濟，是被 AI 深度滲透的人机混合體。你有一個寫代碼的朋友，他可能同時給3家公司幹活，這在舊的統計口徑裡怎麼算？算3個就業崗位嗎？還是算1個？更可怕的是， AI 正在讓大量的崗位隱形蒸發。當一家科技公司用一套智能體系統替代了50个初級分析師，這在 GDP 報表裡是巨大的效率提升，是利潤的暴漲，但在就業的本質上，那是50個家庭失去了飯碗。然而，官方的舊雷達根本掃不到這些，因為 AI 不會去領失業救濟金，被裁掉的中產階級為了面子也不會馬上出現在失業登記表上，他們變成了統計學上的幽靈。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其恐怖的現象，宏觀數據看起來可能還在增長，因為效率高了，但微觀層面的體感卻是刺骨的寒冷。這也就是為什麼你會覺得數據好的要命，生活差的要死。美聯儲現在的決策困境就在於此。他們駕駛着這艘巨大的經濟航母，儀表盤上顯示的航速是平穩的，因為儀表盤連接的是那個舊的、充滿差值的傳感器。但船底其實已經觸礁了，船艙已經開始進水了。所謂的軟數據，那些被官員們嗤之以鼻的民間調查、社交媒體情緒、信用卡壞賬率，才是真實的觸礁聲。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助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但因為官僚體系的傲慢，他們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邏輯，只有蓋着公章的紅頭文件才是現實，其他的都是噪音。這種因為我看不見，所以它不存在的鴕鳥心態，正在把風險無限放大。這不僅是數據的潰敗，這是認知維度的崩塌。接下來的2026年，我們可能要為這種看不見的盲目付出極其昂貴的代價。你聽過供應鏈管理裡那個最著名的牛鞭效應嗎？今天我們必須用這個模型來給2026年的美國經濟算一筆總賬。想象一下
聯準會就是那隻握着鞭柄的手，而實體經濟是那長長的鞭梢。當那隻手因為看不清路，因為缺失了關鍵的非農數據而不敢輕舉妄動，保持着高利率的姿勢僵硬不動時，你以為這叫穩健？錯。這種在源頭上的微小僵硬，經過貨幣政策12到18個月的漫長傳導到鞭梢，也就是我們的實體經濟時，會被放大成一場毀滅性的劇烈震盪。現在的鮑威爾和他的同僚們正陷入一種極其危險的心理陷阱，我稱之為伯恩斯恐懼症。他們每個人都在对着鏡子發誓，絕不讓自己成為70年代那個讓物價失控的罪人亞瑟·伯恩斯。這種對歷史污點的恐懼已經蓋過了對現實數據的理性判斷。在數據盲區裡，他們的默認選項只有一個：寧可錯殺1000，絕不放過一個。這導致了一種被稱為恐慌性緊縮的病態邏輯。他們像是一個在黑暗中開車的司機，因為看不清前面的路，死死地踩住剎車不鬆腳。但這輛車的慣性太大，當他們意識到車速已經歸零，甚至開始倒退的時候，一切都晚了。所以我敢在這裡給你畫出2026年的精確藍圖，這絕不是危言聳聽，這是基於數學滯後性的必然推導。當時間走到2026年第一季度，我們將迎來一場報復性衰退。這種衰退不是慢慢來的，它是斷崖式的。現在的企業還能靠着過去的利潤儲備死撐，還能通過凍結招聘來苟延殘喘，但到了那個臨界點，現金流的堤壩會瞬間崩塌。你會看到原本 4.1% 的失業率像坐了火箭一樣直接跳漲到 5.5%， 甚至逼近 6%。 那不僅僅是數字的跳動，那是無數個中產階級家庭的斷供，是消費能力的瞬間蒸發。沃爾瑪的購物車會變空，福特汽車的貸款違約率會像海嘯一樣衝垮中小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最諷刺的是什麼？是聯準會接下來的反應。當衰退的寒風真正吹進華盛頓那間溫暖的會議室，當他們終於承認自己因為數據缺失而把油門當成了剎車，這幫精英會怎麼做？他們会瞬間從極度鷹派變成極度鴿派，這才是最可怕的政策鐘擺。他們會把利率從高位猛地砸下來，印鈔機會重新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甚至可能在1個月內降息100個基點，來試圖給心臟驟停的經濟做奠基復甦。從恐慌性緊縮直接切換到恐慌性寬鬆，中間沒有任何過渡。這種劇烈的政策急轉彎，對富人來說是機會，對普通人來說就是一台巨大的財富絞肉機。這就是所謂的雙向收割。在緊縮周期裡，高利率像一把钝刀，慢慢割開你的現金流，讓你的房貸、車貸變成沉重的鎖鏈，資產價格因為流動性枯竭而縮水。而在隨之而來的恐慌性寬鬆裡，貨幣的洪水又會瞬間沖刷掉你存款的購買力，物價會在經濟還沒復甦時就先一步飛漲。這不再是經濟周期的自然呼吸，這是人為制造的共振破壞。我們正處在這個巨大鐘擺即將回擺的最高點。現在的平靜是因為鞭子還在空中，力道還沒傳導到末端。但物理學定律告訴我們，能量不會憑空消失，只會轉移。聯準會現在省下的每一次降息，都在為2026年的那場風暴積蓄勢能。在那場未來的風暴中，如果你還傻傻地相信所謂的軟着陸神話，那你就是這場宏觀賭局裡最完美的代價。這不僅是關於美元的價值，這是關於你10年努力積累的財富是否會在政策的左右互搏中化為烏有的生死局。聽到這裡，你現在的生理反應是什麼？是手心出汗，想趕緊把存款取出來藏進床底。如果你只有這種食草動物的本能，那你已經是那台財富绞肉機預定的肉餡了。在金融的深海裡，恐慌從不是生存策略，它是你被收割的前奏。2026年即將爆發的這場風暴，對 99% 的人來說是滅頂之災，
但對那1%清醒的獵手來說，這是10年一遇的階級躍遷盛宴。你要做的不是當一隻把頭埋進沙子裡的鴕鳥，而是要進化成一隻在暴風雪中狩獵的狼。把過去40年教科書裡教你的那些懶人理財邏輯，什麼定投指數，什麼股債6-4平衡，統統扔進垃圾桶。那些策略是建立在低通脹、全球化溫室裡的花朵，而現在溫室的玻璃已經被打碎了。在即將到來的剧烈震盪中，中间地帶就是死亡地帶。平庸的配置只会讓你在通脹和衰退的左右互搏中，資產像放在烈日下的冰塊一樣，慢慢融化成一灘污水。現在的遊戲規則變了，你必須執行殘酷的啞鈴式生存法則。這是一種極端的平衡藝術。你的一端必須是重如泰山的硬資產，黃金、稀缺的大宗商品，這些東西不是用來讓你发横財的，它們是你的末日船錨，是用來在那個瘋掉的聯準會把紙幣變成廢紙時死死勾住你購買力的底座。看看那些頂級家族資金現在的動向，他們正在瘋狂囤積這些不依賴任何政府承諾的实物盾牌。而啞鈴的另一端，你必須保留极具杀傷力的進攻性。為什麼要握緊現金？不是為了吃銀行那點可憐的利息，而是把現金打磨成一把匕首。當系統崩塌、流动性枯竭時，市场會產生巨大的錯誤定價。那些被恐慌拋售的頂尖科技股權，那些倒在血泊裡的核心資產，就是被泥土包裹的鑽石。你需要在那一刻像禿鷲一樣精準俯衝，用白菜價抄走別人帶血的籌碼。真正的財富爆發，從來不是靠風平浪靜時的積累，而是靠危機時刻對他人的掠奪。但這套操作最大的敵人是誰？不是鮑威爾，不是數據黑洞，而是你自己那個渴望確定性的大腦。2026年的生存第一定律：戒掉对官方背書的毒癮。當聯準會連非農數據都拿不出來的時候，所謂的權威就已經赤身裸體了。從今天起，你就是自己的美聯儲主席。拿出你的資產負債表，像做外科手術一樣，切掉那些虛胖的債務，換上堅硬的骨骼。不要等到洪水沖垮了你的客廳，才想起來去買救生圈。在這個即將失控的世界裡，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只有敢於在混亂中逆行的人，才能拿走屬於贏家的獎賞。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